你不是不够好，只是对自己太狠了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深夜时刻？周身是无边的寂静，房间里的灯光早已熄灭，四周只剩窗外偶尔掠过的风声，远处零星的车流声。你安安静静躺在床上，身体疲惫到了极致，眼皮沉重的像是挂了铅，浑身的肌肉都在叫嚣着疲惫。明明下一秒就可以坠入沉睡，可你的大脑却始终不肯停歇，像一台被按下永久开机键彻底失控的放映机，在漆黑的脑海里反复循环播放着白天的点点滴滴，没有暂停，没有快进，更没有删除。那些细碎的、琐碎的、本该被遗忘的瞬间，在深夜里被无限放大，清晰的仿佛就发生在刚刚。你会反反复复回想白天和同事沟通时那句脱口而出，事后越想越不妥的话，在心里无数次模拟重来的场景，纠结着是不是换一种语气，换一种表达方式就能避免所有尴尬。你死死记住开会时领导无意间皱起的眉头，反复揣测这个细微动作背后的含义，是不是自己的方案做得不够到位，是不是自己的发言太过浅薄，是不是自己让领导失望了。你刷着朋友圈，看着同龄人陆续传来的喜讯，有人升职加薪，事业稳步攀升，有人买房定居，生活安稳顺遂，有人出游散心，日子轻松惬意。这些画面一一掠过眼底，又狠狠扎根在脑海里，反复回放，反复对比。你明明身心俱疲，迫切需要一场安稳的睡眠治愈自己，可你的大脑偏偏不肯放过你。它像一个严苛又刻薄的审判官，精准捕捉你一整天里所有的疏漏、遗憾和不完美，把那些微不足道的瑕疵逐一拎出来，一遍遍复盘，一遍遍苛责，用无声的方式反复鞭打你的情绪，消耗你的心力。在这样的自我内耗里，你开始陷入无尽的自我否定。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事情？为什么我如此笨拙又无用？为什么我心思这么敏感，情绪这么脆弱？一点点小事就能困扰自己许久。为什么身边的所有人都活得松弛自在，从容坦荡，唯独自己活得步履蹒跚，狼狈不堪？你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拖着断腿赶路的人，前路漫漫，步履维艰，身体承受着剧烈的酸痛，心里积攒着无尽的疲惫，却还拼命逼着自己咬牙前行，不允许自己有丝毫停歇，不允许自己有半点懈怠，哪怕身心俱疲，遍体鳞伤，也不肯给自己一丝喘息的余地。如果你对这样的内耗，这样的自我拉扯无比熟悉，如果你无数个深夜都在这样的自我苛责中辗转难眠，那么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，或许就是专门写给深陷焦虑、不断内耗的你。这本书是心理咨询师从非从的放自己一马，一本温柔又有力量，治愈无数内耗者的心灵读本。或许很多人对从非从并不陌生，他是国内极具影响力、深受读者信任的心理咨询师，深耕情绪疗愈、人际关系、自我成长领域多年，出版过诸多口碑极佳的书籍。他的文字从来没有空洞的大道理，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，而是贴合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困境，最细腻的情绪痛点，字字真诚，句句戳心，温柔地拆解人们内心的焦虑、纠结与痛苦。但放自己一马这本书和他以往的所有作品都截然不同。以往的情绪书籍大多都在教会我们如何经营关系，如何包容他人，如何理解人性，如何好好去爱身边的人，教我们如何向外付出，如何维系外界的平衡。可这本书彻底调转了方向，它抛开了所有关于如何对待他人的命题，直面我们最容易忽略也最亏欠的自己，抛出了一个无比扎心却足以治愈一生的问题。一路走来，你忙着讨好别人，迁就别人，成全别人，你有没有认认真真、真心实意地爱过一次自己？其实从非从本人也曾深陷极致的自我内耗，
和千千万万苛责自己的普通人一样。曾经的他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，更是习惯性自我施压的人，做人做事凡事都要追求极致圆满，凡事都要对得起所有人的期待，凡事都要做到别人眼中的无可挑剔。他习惯性把所有人的需求放在自己之前，把所有人的情绪放在自己之上，拼命追赶，拼命付出，拼命迎合，活得像一根时刻紧绷从未松弛过的琴弦，始终处于高压状态，不敢松懈，不敢停歇。后来历经无数次内耗、疲惫与崩溃，他才彻底醒悟，人生最愚蠢的事就是永远紧绷，永远苛责自己。一根琴弦无论织得再好，韧性再强，若是时时刻刻紧绷到极致，不肯有一丝松弛，永远处于高强度的拉扯之中，非但弹奏不出悠扬动听的旋律，最终只会在持续的高压下骤然断裂，彻底失去所有价值。人亦是如此，长期的自我施压、自我苛责、自我内耗，只会慢慢耗尽所有心力，拖垮身体，消耗情绪，透支人生。书中有一句朴素至极，却足以治愈所有内耗的话，我始终奉为圭康，也想把这句话送给每一个正在自我拉扯的人。你不是不够好，你只是对自己太狠了。这句话看似简单平淡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深奥的哲理，却戳中了无数人内心最柔软、最委屈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这辈子最需要反复听见、反复铭记的一句话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忙着挑剔自己的瑕疵，放大自己的不足，纠结自己的遗憾，却从来没有肯定过自己的坚持，体谅过自己的不易，接纳过自己的不完美。我们所有的焦虑、内耗、疲惫与痛苦，根源从来不是我们不够优秀，而是我们对自己太过苛刻，太过残忍。读完放自己一马全书，我终于读懂人生最好的修行，从来不是极致自律、事事完美，而是学会放过自己。真正的成长是慢慢卸下自我捆绑的枷锁，一点点松弛紧绷的内心，不再自我消耗、自我折磨、自我否定。这本书教会我们，人生需要放下的从来不是外界的人和事，而是那个事事较真、处处为难自己的自己。今天我结合书中的核心观点与真实生活感悟，和大家深度聊聊我们这一生最该放过自己的5件事。首先，第一件最该放下的事，就是放过那个凡事都盼着回响、事事都求回应的自己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绝大多数人的情绪内耗都源于过度期待外界的回响，习惯性把自我的情绪安全感、自我的价值认同感全部寄托在他人的反应与外界的反馈上。我们仿佛天生就带着一种执念，只要我付出了，就必须有回报；只要我真诚了，就必须被回应；只要我努力了，就必须被看见。日常里，这样的场景无处不在，藏在我们每一天的细碎生活中。我们认真编辑好一条消息，斟酌每一个字眼，揣摩每一句语气，小心翼翼发送给在意的人，随后便攥着手机满心期待，无时无刻不在盯着屏幕，盼着对方的秒回，盼着一份热烈的回应。一旦消息石沉大海，一旦对方迟迟没有回复，内心的焦虑与胡思乱想就会瞬间泛滥。我们会下意识自我猜忌，是不是我刚刚说错话了？是不是我的语气太过生硬？是不是对方根本不在意我，不喜欢我？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，让对方反感了？我们精心编辑一条朋友圈，认真记录生活的点滴美好，分享当下的心情感悟，配图、修图，反复修改文案，花费了大量心思，发出去之后便频频点开查看，满心期待朋友的点赞、评论与共鸣。若是无人问津，若是寥寥无几，心里便会莫名失落，暗自沮丧，怀疑自己的生活不值得被关注，怀疑自己的分享毫无意义，
甚至怀疑自己不被人在意。学习上，我们熬夜刷题，深耕知识点，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，就盼着考试能立刻取得理想成绩。工作中，我们兢兢业业，加班付出，全力以赴推进每一项工作，就盼着努力能立刻被领导看见，被同事认可，盼着付出能立刻换来升职加薪。硕果累累。人际交往中，我们真心待人，真诚付出，事事迁就，就盼着同等的回馈与真心的相待。我们执着于付出，就有回报的及时性，容不得半点空白与等待。一旦努力没有立刻开花结果，一旦付出没有及时得到回应，一旦真诚没有立刻换来真心，我们就会迅速陷入自我怀疑与全盘否定。我们会笃定自己能力不足，觉得自己天赋不够，一无是处，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毫无意义，甚至开始否定自己的人生，陷入深深的自我内耗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彻底活成了一台完全依赖外界供电的机器，所有的情绪起伏、价值感知都由外界的反馈决定。外界给予正向回应，我们就瞬间满血复活，信心满满。一旦外界信号中断，反馈缺失，我们就瞬间陷入黑暗与迷茫，情绪低落，自我怀疑，一蹶不振。我们把人生的主动权、情绪的掌控权完完全全交到了别人手里，任由外界的态度左右自己的心情，任由他人的行为消耗自己的心力。而从非从在放自己一马中，温柔又清醒地点破了人生的真相。人生本就存在无数的真空地带，也有无数无人回应的时刻。那些没有回音、没有掌声、没有回馈的瞬间，从来都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，你不够优秀，而是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本就不按任何人的剧本运转。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及时回报，不是所有真诚都有立刻回应，不是所有努力都能马上开花，这是人生的常态，而非人生的缺憾。就像你站在空旷的山谷，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一声，声音会顺着风声飘散，顺着山谷蔓延。有的声音会穿越山海，历经几秒的时差传回回响。有的声音会消散在风中，永远没有归途。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没有听到回声，就否定自己曾经用力呐喊过的事实，更不会觉得自己呐喊的声音是错误的。人生的付出与真诚亦是如此。你满怀善意的付出，竭尽全力的努力，真心实意的奔赴，没有立刻得到回应，从来都不代表你做错了，也不代表你的付出毫无价值。很多时候，只是时机未到，只是缘分未及，只是人生的成长与收获本就需要沉淀的时间，等待的过程。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慢慢来，所有的耕耘都需要时间孕育硕果。真正的松弛感，真正的自我和解，就是学会允许一切发生，允许事情不按自己的预期推进，允许付出没有及时回响，允许真心没有对等回馈，允许努力暂时没有结果。你要学会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，依然保持真诚，保持热爱，认真表达，认真生活，在没有掌声、无人看见的时光里，依然步履不停，自在前行，默默沉淀，慢慢成长。人生最珍贵的成长，从来不是活成人人称赞的模样，而是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，依然坚守本心，全力以赴。你不必让每一份付出都立刻被看见，不必让每一次真诚都立刻有回响，不必让每一次努力都立刻有结果。你只需要清清楚楚知道，自己从未敷衍生活，从未辜负自己，已经认认真真、踏踏实实活过这一程，就已然足够。真正的价值，从来不是外界的认可，而是自我的笃定。其次，第二件该放过的事，是放过那个事事攀比，处处都要较个高下的自己。我们这一生，似乎从出生开始，就被迫卷入一场没有终点、无人退场的隐形赛跑。从小到大，
我们始终活在对比与竞争之中，从未真正停歇。年少求学时，我们逃不开成绩的比拼，父母会对比我们和别人家孩子的分数，老师会对比班级同学的排名，亲友会对比彼此的升学情况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不能落后，必须优秀的观念，分数高一点就满心欢喜，备受肯定；分数落后一点就自我焦虑，备受指责。我们在一次次成绩对比中，养成了攀比的习惯，学会了用输赢定义自己的价值。长大成人，步入社会后，这场赛跑变得更加激烈，更加残酷，比拼的内容也愈发现实。我们开始比拼工作的好坏，比拼薪资的高低，比拼升职的速度。步入中年，开始比拼房子的大小，车子的档次，生活的优劣，比拼伴侣的体贴程度，孩子的乖巧优秀。从学业到事业，从生活到家庭，从外在条件到人生境遇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身边人对比，永远在追赶，永远在较劲。这场无形的人生赛跑从来没有真正的终点。你好不容易咬牙追赶，稳住了当下的节奏，勉强追上了身边人的脚步，刚想松一口气，稍作停歇，回头望去，又有人悄悄超越了你，有人过得比你顺遂，活得比你精彩。于是你不敢停歇，不敢松弛，只能再次绷紧神经，奋力追赶，在无休止的攀比中疲惫前行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心态彻底失衡，连真诚的欣赏都变得无比奢侈。曾经的我们，看到身边人收获成功，过得幸福顺遂，会真心为之高兴，由衷祝福。可如今，攀比的执念深入骨髓，每当看到别人的高光时刻，顺遂人生，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祝福，而是浓烈的焦虑、不安与自我怀疑。我们会下意识对比落差，纠结自己的不足，焦虑自己的落后，怨恨自己的平庸，在别人的光芒里无限放大自己的黯淡与遗憾。我们总觉得别人的人生都顺风顺水，步步生花，只有自己的人生步履维艰，一地琐碎。别人都轻松顺遂，满载荣光，只有自己平庸普通，一无所成。无休止的攀比正在一点点消耗我们的快乐，透支我们的心理，毁掉我们的生活。针对现代人的攀比内耗，丛飞从在书中写下了一个温柔又通透的比喻，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。生活这片广袤的原野，从来都不是拥挤的单行道，而是辽阔无垠、包容万千的旷野。在这片原野上，有人步履匆匆，快步前行，奔赴前路的繁花似锦；有人步履从容，慢慢踱步，细赏沿途的山川风景；有人一时不慎，误入歧途，绕了一段遥远的弯路；有人深谙捷径之道，轻松少走许多弯路。从来没有任何人、任何规则规定谁必须走得更快，谁必须率先抵达终点，谁的人生必须优于谁。世间万物皆有节律，人生百态皆有时序。就像世间的花草草木，每一株植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花期。桃花迎春绽放，热烈明媚；荷花盛夏盛开，清雅脱俗；菊花深秋绽放，淡然从容；梅花寒冬怒放，傲骨铮铮。有的花开在暖春，有的花开在凉秋，有的熬过寒冬方能绽放。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别的花草春日盛放就否定秋冬开花的草木，更不会说迟开的花草就是残缺的、失败的。人生亦是如此，每个人都有专属自己的人生时区，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与人生轨迹。有人年少成名，20岁就崭露头角，功成名就，年少有为，前程似锦；有人大器晚成，40岁甚至更晚才褪去迷茫，找准方向，慢慢沉淀，稳步崛起。有人一生热烈滚烫，奔赴山海，追求波澜壮阔的人生；有人一生安稳平淡，岁月静好，
偏爱细水长流的温柔。这两种人生，两种节奏，两种选择，从来没有高低之分，更没有对错之别。快步前行有奔赴山海的荣光，漫步慢行有细品生活的温柔，捷径有捷径的便捷，弯路有弯路的阅历。人生的意义从来不是追赶别人的脚步，复刻别人的人生，而是在自己的节奏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真正的人生自由，真正的自我通透，是敢于放下攀比之心，坦然接纳自己的节奏，允许自己大器晚成，允许自己平凡普通，允许自己不慌不忙，也允许别人光芒万丈，顺遂无忧，接纳人与人之间的人生落差。你不必逼着自己成为所有人中进度最快、最耀眼的那一个，不必活在别人的标准里，别人的眼光里，别人的节奏里。你只需要稳住自己的脚步，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，活成自己内心踏实、坦然自在的模样，便足矣。第三件该放过的事，是放过那个时时刻刻都在渴求认可、依附他人评价的自己。回望我们的人生，绝大多数的内耗与焦虑，都源于我们太过渴望被认可，太过在意他人的眼光。我们这一生，好像一直在为别人而活，始终在追逐外界的肯定，从未真正为自己活过一次。生活里，我们做每一件事的第一反应，从来都不是询问自己喜不喜欢、愿不愿意、开不开心，而是下意识顾虑别人的看法。完成一项工作，最先考虑的不是自己是否尽心、是否满意，而是领导是否认可，同事是否夸赞。经营一段关系，最先顾虑的不是自己是否舒服、是否自在，而是对方是否满意、是否喜欢自己。做出人生选择，最先考量的不是自己是否热爱、是否适合，而是家人是否赞同、亲友是否认可。我们把他人的赞许、外界的认可当成了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，当成了自己配得上被爱、被肯定的唯一凭证，仿佛只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与夸赞，我们才是优秀的、值得被爱的。一旦得不到外界的肯定，一旦有人否定、质疑、不认可自己，我们就会瞬间陷入自我动摇、自我怀疑，彻底否定自己的所有付出与所有价值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彻底弄丢了自己，活成了一个被他人期待、他人评价、他人眼光操控的提线木偶。我们的喜怒哀乐、自我认知、人生选择，全部被外界牵着走，手脚被束缚，内心被禁锢，渐渐忘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真正热爱什么，真正适合什么。我们习惯性迎合所有人的期待，迁就所有人的喜好，讨好所有人的情绪，唯独忽略了自己的感受，辜负了自己的本心。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，我们学着圆滑世故，学着委曲求全，学着隐藏真实的自己，刻意活成所有人都喜欢、都满意的样子。我们小心翼翼维系所有人的关系，尽心尽力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拼尽全力活成别人眼中的好人能人，却在日复一日的讨好与迎合中，慢慢模糊了自己的模样，弄丢了自己的内核。针对现代人的认可焦虑，丛飞从在书中写下了一句温柔通透、治愈人心的话：月亮从来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是圆的，它有阴晴圆缺的更迭，有圆满有缺憾，有明亮有暗淡，这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貌，是它最真实的样子。无需迎合任何人的审美，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认可，世间万物皆是如此。花开的热烈绚烂也好，淡雅清幽也罢，从来不需要迎合所有人的审美。有人偏爱玫瑰的热烈张扬、馥郁芬芳，有人偏爱雏菊的小巧清新、淡然素雅，有人喜欢牡丹的雍容华贵，有人喜欢茉莉的温润清雅。没有哪一种花开是绝对完美的，也没有哪一种花开能被所有人喜爱，但每一朵花都在认真绽放自己的姿态，从不刻意讨好，从不刻意证明，
我们人亦如此。你从来不需要活成所有人都点头认可，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，千人千面，众口难调。每个人的认知、审美、三观、需求都截然不同。有人欣赏你的开朗洒脱，就有人诟病你的大大咧咧；有人喜欢你的温柔内敛，就有人嫌弃你的沉默寡言；有人认可你的踏实稳重，就有人觉得你的平庸无趣。无论你多么优秀，多么完美，多么真诚，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，所有人认可。真正的自我成长，就是修炼一颗稳定强大的内心，打造稳固的自我内核。从今天起，把人生的执笔权、定义权、掌控权完完全全收回自己手里。别人可以给你建议，给你意见，给你评价，但最终决定你人生方向，定义你人生价值，评判你人生对错的人，只能是你自己。你的价值从来不由他人定义，你的人生从来无需他人认可。你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不需要靠别人的夸赞证明自己的优秀，不需要靠别人的认可确认自己的价值。只要你自己坦然接纳，内心笃定，便是最好的人生。活成自己认得、自己喜欢、自己心安的样子，远比活成所有人满意的样子更重要、更珍贵。第4件该放过的事，是放过那个时刻紧绷、不敢懈怠、永远硬撑的自己。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，太多人陷入了一种病态的认知，把停下来等同于失败，把休息等同于罪过，把松弛等同于懈怠。我们始终被必须努力，不能停歇，必须优秀的执念裹挟前行，不敢有一丝放松。职场上，人人都在拼命内卷，奋力前行，每个人都在熬夜加班，拼命打拼。你哪怕身心俱疲，心力交瘁，也不敢轻易停下脚步，不敢坦然休息片刻。你只要稍微松一口气，心里就会瞬间滋生强烈的恐慌与焦虑，总觉得身边的人都在全力奔跑，奋力逆袭，所有人都在拼命成长，不断进步，唯独自己在原地停歇，停滞不前，稍有松懈就会被时代淘汰，被人群抛下。于是我们习惯性硬撑，硬生生扛下所有疲惫与压力，身体早已疲惫不堪，酸痛乏力，却咬牙说自己没事，继续坚持工作，努力生活。心里早已积攒满负面情绪，委屈压抑，却不敢宣泄，不敢示弱，默默自我消化，强行隐忍。生活早已满目琐碎，疲惫不堪，却依然逼着自己全力以赴，极致自律，不肯给自己一丝松弛的余地。我们像一根被无限拉长、时刻紧绷的橡皮筋，始终处于高强度的拉扯状态，从来不肯松弛，从来不肯停歇。可我们都忘了，橡皮筋的弹性是有限的，长期紧绷，持续拉扯，从不松弛，从不缓冲，久而久之就会慢慢失去原本的弹性，变得僵硬脆弱，最终轻轻一扯就会彻底断裂，彻底报废。人的身心亦是如此，身体和情绪的承载力永远是有限的，长期的高压紧绷，过度内耗，强行硬撑，只会慢慢透支身体，消耗心力，摧毁心态。很多人总以为努力就是时刻紧绷，全力以赴，自律就是永不松懈，永不停歇。可殊不知，不懂松弛，不懂休息，不懂放过自己的努力，终究是无法长久的。丛飞从在书中给出了一个无比温柔，也最该被我们铭记的人生许可：偶尔掉线是合法的，也是必要的。人生在世，不必时刻满血复活，时刻精力充沛，时刻全力以赴。你偶尔的疲惫、懈怠、松弛、停歇，从来不是不够努力，不够自律，不够优秀，而是生命最正常的状态。世间所有机器都需要定期停机检修、停机维护，长期不停运转，持续高强度工作，必然会磨损报废，出现故障。
人是血肉之躯，远比机器更脆弱，更需要呵护，自然更需要适时停歇，适时放松，适时休整。休息从来不是偷懒，松弛从来不是懈怠，停歇从来不是放弃，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，更久的坚持。真正能走得远，站得稳，活得通透的人，从来不是每一分钟都拼到极致，时刻紧绷的人，而是懂得张弛有度，劳逸结合，适时放过自己的人。就像世间流水，从不争一时的流速快慢，不贪一时的汹涌澎湃，时而平缓流淌，时而奔腾向前，张弛有度，生生不息。所以能源远流长，滔滔不绝，跨越山海，永不枯竭。人生亦是如此，一时的拼命冲刺，只能换来短暂的高光，长久的张弛有度，才能成就漫长的人生。你不必时时刻刻逼自己咬牙硬扛，不必时时刻刻追求极致完美、极致努力，不必为了所谓的自律和优秀，透支自己的身体，消耗自己的情绪，委屈自己的内心。累了就好好休息，倦了就适当松弛，疲惫了就坦然停下脚步，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，一点自愈的余地。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有多能扛，多坚韧，多努力，你只需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身心，允许自己偶尔掉线，偶尔松弛，偶尔平庸。在疲惫的时候坦然喊一声停，好好治愈自己，沉淀自己。这才是最高级的自律，也是最通透的人生智慧。最后一件最该放过的事，是放过那个耿耿于怀、困于过往、反复内耗的自己。人的一生总有诸多遗憾，诸多不甘，诸多过往深深扎根在心底，久久无法释怀。很多人这一生都被困在过去的时光里，无法脱身，无法自愈，反复消耗，反复内耗。有的人沉溺在过往的荣光里无法自拔，总觉得年少的自己意气风发，光芒万丈，过往的时光热烈滚烫，万般美好。如今的自己平庸普通，碌碌无为，如今的生活琐碎平淡，毫无新意。于是反复怀念过去，追忆往昔，一遍遍沉浸在过往的辉煌里，对比当下的平庸，愈发焦虑，愈发不甘，始终无法接纳当下的生活，无法正视当下的自己。还有更多的人深陷在过往的遗憾与懊悔中，反复自我折磨，自我内耗，心里无数次复盘过往的选择，无数次脑补未发生的结局。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如果当初我再努力一点，会不会不留遗憾？如果当初我选了另一条路，现在是不是过得更好？如果当初我珍惜了那个人，是不是就不会只剩回忆？无数个如果当初，像一根根细密尖锐的小刺，深深扎进心底，拔不出来，忘不掉，放不下。平日里看似风平浪静，可每当夜深人静，独处之时，这些遗憾与不甘就会翻涌上来，轻轻触碰就会心生酸涩，满心疼痛。我们反复咀嚼过往的遗憾，反复纠结曾经的过错，反复追忆无法重来的过往，把大把大把宝贵的当下时光全部浪费在无法改变的过去里。针对执念过往的内耗，丛飞从在书中清醒地提醒我们，时间是一条不可逆的单行道，它永远只会向前流淌，向前推进，从来不会倒流，从来不会折返。所有的过往，所有的曾经，一旦逝去，就再也无法重来，无法改写，无法弥补。你可以偶尔怀念过去，追忆曾经的美好，可以偶尔为过往的遗憾难过，为曾经的错过伤感，为昔日的过错自责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无需强行压抑。但你永远无法真正回到过去，抹去曾经的缺憾，修改曾经的选择，弥补曾经的过错。所有的纠结，所有的懊悔，所有的不甘，
都只是毫无意义的自我消耗。真正的自愈与和解，从来不是强行忘记过去，彻底抹去过往，而是和过去建立一段恰到好处的距离，不逃避曾经的遗憾，不抵触过往的经历，不纠结昔日的过错，坦然接纳所有的发生，所有的经历，所有的结局。学会把反复咀嚼过往、纠结遗憾的力气收回来，把消耗在过去的心力省下来，全部投入当下的生活，当下的时光里。过往的经历，无论好坏，无论优劣，无论圆满与否，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，都是成长的宝贵养分。美好的过往就珍藏心底，偶尔追忆；遗憾的过往就坦然接纳。引以为戒，不必纠缠，不必执念，不必内耗。真正的自我和解，是不再让过去的遗憾消耗当下的自己，不再让过往的过往支配现在的生活，不让曾经的遗憾透支余生的快乐。读懂了这5件事，就读懂了放过自己的全部意义。当然，懂得道理容易，真正践行却很难。自我松弛，自我和解，放过自己，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而是一场需要终身修行的漫长旅程。为了让大家能够真正落地，慢慢自愈，在这里分享一个书中提到简单又有效的小方法，今晚就可以立刻尝试，慢慢治愈自己的内耗。找一张干净的纸，一支笔，静下心来，认真写下你心里所有困住自己的应该，那些深夜困扰你的执念，那些自我苛责的枷锁，那些逼迫自己的标准，全部一一写下来。我应该事事完美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我应该永远努力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我应该让所有人满意，不能辜负任何人的期待。我应该快速成功，不能落后于人。我应该坚强勇敢，不能疲惫脆弱。这些密密麻麻的应该，是我们给自己套上的层层枷锁，是折磨自己、消耗自己的根源。写完之后，拿起笔，用力把每一个尖锐苛刻的应该彻底划掉，温柔的替换成包容温柔的可以。把我应该事事完美换成我可以不完美，接纳自己的缺憾。把我应该永远努力换成我可以偶尔疲惫，允许自己停歇。把我应该让所有人满意换成我可以取悦自己，不必讨好所有人。把我应该快速成功换成我可以慢慢成长，接纳自己的节奏。把我应该永远坚强换成我可以脆弱疲惫，允许自己示弱。仅仅一个词语的转换，心境就会截然不同。应该是一把冰冷尖锐的鞭子，时时刻刻抽打、逼迫、苛责自己，让我们永远紧绷，永远焦虑，永远内耗。而可以是一双温柔温暖的手，轻轻拖住疲惫的自己，包容不完美的自己，接纳普通的自己，给予自己松弛的空间，自愈的底气。这个小小的语言转换，只需要短短1分钟，却能一点点松开我们心底紧绷多年的弦，一点点卸下我们层层叠加的枷锁，慢慢治愈我们日积月累的内耗。不必急于求成，不必苛求立刻改变。今天松一点，明天淡一点，后天释怀一点，日积月累，内心就会越来越松弛，越来越通透，越来越强大。夜已深沉，窗外万物静谧，尘世喧嚣归于平静。如果你此刻依然辗转难眠，依然被焦虑与内耗困住，不妨闭上眼睛，深深吸气，缓缓吐气，完成一场温柔的自我治愈。轻轻放下今天所有未完成的目标，未圆满的期待，未释怀的委屈，放下别人随口的评价，无意的态度，肤浅的定义，放下所有的攀比、纠结、遗憾、自我苛责，认真告诉自己，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真的已经足够优秀。你不必凡事都盼着回响，无人回应的默默坚守，亦是最珍贵的成长。你不必处处和人较个高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，你迟一点绽放，依然绚烂动人。
你不必时时渴求他人认可，月亮无需证明圆满，你亦无需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你不必时刻紧绷，不敢懈怠，偶尔掉线，偶尔松弛，是每个人的权利。你不必耿耿于怀过往遗憾，时间一路向前，放下过往，方能奔赴前路繁花。这些关于放过自己的道理，从来不是听一次就能彻底通透、瞬间做到的，而是需要用一生的时间，慢慢练习，慢慢感悟，慢慢践行。人生本就是一场自愈的修行，不必焦虑，不必慌张，不必内耗。愿我们往后余生都能慢慢放过自己，卸下枷锁，松弛内心，不内耗，不纠结，不攀比，不执念。在自己的节奏里，接纳不完美，包容小遗憾，活得轻盈、通透、温柔且坚定。愿今夜的你卸下所有疲惫与苛责，放下紧绷许久的自己，安然入眠，一夜好梦。